我见过很多钟表，有的停摆3天，有的停摆3年，有的停摆了一辈子。可后来我发现，真正停下来的，从来不是时间，而是那些困在过去的人。10分钟内修好它。坏成这样，10分钟修不好。钱不够我再加。不是钱的问题。师傅，我求你，修不好它，我今晚就完了。你愣着干什么？修啊！顾曼，别签那份协议！李波在骗你，那不是和解协议，是债务担保。周爷，你消失3年，现在一回来就说别人骗我。我不是消失，我是3年前你也是这么说的，你说你会帮我证明设计稿是我的，结果呢？你拿着我的原稿消失了，我被全网骂抄袭，我妈气到住院，她抢救内我给你打了19通电话，你一个都没接。我那晚出了车祸。车祸？周爷，3年了，你连借口都这么老套。我今晚要签协议，我要重新开始，我不要再跟你这种骗子有任何关系。你现在走出去会后悔一辈子。你又是谁？一个修表的，也想教我怎么过人生？3年前那晚，他不是不接电话，他应该是真的出了车祸。他左手那道疤是玻璃割伤，伤口很深，应该缝过针。如果没猜错，那晚他拿着证据去找你，半路被车撞了。他说的是真的。那天，我拿到了你设计稿被调包的证据。我本来要去医院找你，可路上一辆车从侧面撞过来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半个月后。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去了，医院说你妈转院了，你工作室被封了，你家也搬了。后来李柏找到我。李柏？他说你恨我，他说如果我再出现你会彻底崩溃，他说我毁了你就别再打扰你。你说证据在表里。设计稿已经处理干净。周野那边呢？别让他醒得太早，顾曼只要恨他，就会相信我。所以，我恨了你3年。我妈走的时候，我还在恨你。我以为是你毁了我。不是你的错。是你来救我，我让你滚。你说真话，我说你恶心。你差点死了，我却恨了你3年。曼曼，你在哪儿？律师已经到了，协议10点前必须签。李柏，那块表我修好了。你见到周佛了？3年前的录音我也听到了。李柏，今晚该签字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顾曼，你别忘了，没有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那你也别忘了，没有我的设计稿，你连骗子都当不明白。曼曼，我不是要你现在原谅我。该说这句话的人是我，对不起，我推开了你3年。还好今晚你没有再推开我。什么意思？陈师傅，你刚才为什么说我会后悔一辈子？修招久了，听得出表坏之前的声音。刚才街角停着的那辆黑色轿车，车窗半降，里面的男人和照片上一模一样。不要相信看不见后悔的人。10年了，陈家的表终于又开始走了。陆先生，要进去吗？不急。他刚刚看见别人的后悔，
还没看见自己的。修这个能不能修？能，多久？看坏到什么程度？为什么修？因为他总响，每天晚上10点32分他都会响。我拆过电池，扔过垃圾桶，甚至砸过一次。可第二天，他又会出现在我办公室。今天早上，他被人放在我会议桌上。谁放的？我爸。距离10点32分还有3个小时。你看什么？这表不是普通故障，里面10万，我要你把它修到再也不会。你父亲为什么让他响？师傅，我来修表，不是来聊家事。他给你打电话了吗？你调查我？为什么不接？你知道他每次打来都说什么吗？明远，爸想见你。明远，爸身体不舒服。明远，你能不能回来一趟？从我17岁开始，他就一直用这副可怜语气，好像只要他老了，我就该忘记他做过的一切。他做过什么？他买了我妈留下的房子。他说卖房是为了供我读书。可后来呢？我大学4年，靠贷款，靠打工，靠给人写程序熬出来。他拿着卖房的钱消失了半年，回来只说一句被人骗了。我创业最难的时候找他借2万，他说没有。可转头，他给邻居家的孩子交了住院费。这样的父亲，老了就想让我尽孝，凭什么？8点前修好。今晚你有重要的事。10点融资签约，签完这份协议，我的公司就能翻身。和谁签？陆先生，我知道10点前我会到，协议我看过，没有问题。陆先生，8点前修不好就拆了，我不想再听见他响。照片里的男人，街角黑车里的男人，现在又出现在许明远的签约桌上。陆先生，陆晨舟，这不是巧合。父亲修过这块表，也就是说，许明远的父亲很可能认识他，甚至知道当年失踪的真相。只要签下这份协议，我的公司就能拿到下一轮资金。我熬了10年，终于要赢了。不要心软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再被那个老人一句话拖进过去。徐总，恭喜。陆先生，合作愉快。人要往前走，就要学会切断拖累、亲情、愧疚、过去，这些东西只会让人在关键时候迟疑。这表修好了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这位是望石修表铺陈望。原来是陈师傅。这是你父亲藏在表里的。徐总，老人家年纪大了，容易被人误导，重大合作不能被外人影响。陆先生好像一点都不意外。我为什么要意外？一个成功的人身边总会有一些拖后腿的声音。你今晚要是签了，这通电话就再也接不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明远，爸没什么本事，但爸希望你记住，男人再难，也别把真心挂断。徐总，协议马上生效，接。明远。
你又想说什么？别急，陆晨舟不是好人。你凭什么管我？你知道我走到今天有多难吗？爸知道，爸一直都知道。当年房子不是我乱卖，是你舅舅拿去抵押。我卖房是替你妈还债。你大学的钱是我偷偷给你交的。你创业那年找我要2万，我不是不给，是我刚交完手术费。我不敢告诉你我病了，我怕你知道，就不敢往前走。那你为什么不说？说了，你就不恨我了。你从小心软，爸宁愿你恨我，也不想你觉得没人爱你。爸。徐总，你会后悔。我已经后悔很多年了，这一次，我想换个活法。爸，明远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爸嘴笨，怕一说你就不往前走了。你是陈恒的儿子，你认识我爸？你爸是个好人。10年前，陆晨舟找过你爸，他说，人这一生最值钱的不是钱，是后悔。只要掌握一个人的后悔，就能让他听话。老车站17号基层柜，钥匙在电子表里。孩子，记住，别相信没有后悔的人。为什么？爸，明远，爸一直很想你。我知道，爸，我知道了。汪汪，如果你看到这里，说明你已经开始替别人修遗憾了。记住，别让怀表归零。归零那天，你会看见自己的后悔，而陆晨舟等的就是那一刻。第3块表已经在路上。陆先生，他拿到东西了。拿到就好。您是故意让他找到的？线索给的太慢，他会不敢往前走。陈恒的儿子比他父亲更心软，心软的人最容易被后悔牵着走。别让怀表归零，归零那天你会看见自己的后悔。陈旺是吧？有人指定你本人签收。妈妈，这一次你会相信我吗？第3块表来了。这块表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有人寄来的。你是谁？我是他母亲。他叫什么？叫念，念念的念。我是他爸爸，江城。苏雅兰。这表能不能修？你女儿在哪儿？她3年前离家出走了。江城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瞒？
3年前，念念被人指认偷项链，还偷了别人的画稿。他说自己没有，可证据都在他书包和房间里。后来他和雅兰大吵一架，第2天就不见了。是他自己太倔，他从小就不服管，认死理。如果他肯好好解释，不是摔门就走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没解释吗？他解释了，他哭着说他没有偷。那你信了吗？表笔有录音。什么录音？妈妈，我没有偷东西，项链不是我拿的，画稿也是我的，为什么你们都不信我？不可能，如果他没拿，东西怎么会在他书包里？江念，你就认了吧。这是谁？谢乔是苏雅莲妹妹的女儿，从小寄养在我们家。苏阿姨，你是不会相信她的。项链就在我的书包里，画稿就在我的房间里，监控也拍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明明什么都不听话，却什么都比我好。你随便画几笔，老师就夸你有天赋。你跟你妈吵成那样，她还是给你请最好的老师，凭什么？亚兰，这就是你说的证据确凿？不可能，谢乔从小那么乖，他怎么会？到现在，你第一反应还是不信你女儿。3年前，她哭着说自己没有偷，你不信。现在录音摆在这里，你还是先替别人找理由。苏女士，你是真的想找女儿，还是想找一个证明自己没错的答案？妈，你为什么从来不肯相信我一次？你不值得相信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当时只是太生气了。你是谁？林老师，你知道念念在哪儿，对不对？江念愿意见你，但他不确定你今晚会不会再次选择不信他。今晚8点。对，旧美术馆，江念有一场小型画展。念念还在画画？他一直在画。这3年，他住过很便宜的地下室。最难的时候，他给网店画20块1张的头像，但他从来没有放下画笔。今晚，谢乔也会去，他要发布一幅作品，那幅作品和江念3年前丢失的画稿一模一样。走。去哪儿？去你女儿彻底放弃你之前。他来了。他会信吗？这一次要看他自己。其实我已经不想要答案了。姑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今晚发布新作品，本来想请您的，又怕您忙。不过念念好像也来了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来。她这几年状态好像一直不稳定，我怕她等会儿闹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青年插画师谢乔带来他的新作品《兔子与时间门》。这幅画表达的是一个女孩等待家人理解的过程。我想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扇门，等着被最重要的人打开。这幅画是我的。念念，你在说什么？3年前，你偷了我的画稿，今天
你又拿它当自己的作品。念念，我知道你一直怪我，可你不能这样污蔑我。姑妈，你也在，你说句话啊！这幅画是我女儿江念的。姑妈，你疯了吗？疯了3年的人是我。江念，你就认了吧，你妈不会信你的。你拿什么跟我争？这是假的，这是合成的。手表芯片里有原始时间桩，要不要现场找技术人员查？念念，对不起，你一直都值得相信。太晚了，我不求你原谅。妈妈以后不逼你，你愿意回家就回，不愿意，妈妈就等。下周我还有一场画展，你要是有空，我有空。我还没说时间，什么时候都有空。这块表是谁寄来的？不是我。那你为什么知道江念会来望氏修表铺？你认识我爸？我不确定，我10年前出过一场意外，醒来后丢了一段记忆，这张名片一直夹在我的旧笔记本里。你还记得什么？我只记得有个男人对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有一天一个姓陈的修表师来问过去，就告诉他别让陆晨舟知道，你能看见他的后悔。他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甚至不知道那句话里的他是不是我。他最大的后悔10年前。你怎么了？你的后悔清单被人动过。林小姐，好久不见。告诉陈望，第4块表别修，否则他会知道你10年前到底忘了什么。陈望，你终于遇见他了。沈小姐，婚礼马上开始了，您不能乱跑。陈师傅，帮我修一块怀表。你认识我？有人告诉我，只有你能修。谁告诉你的？我不知道。早上我化妆时，包里多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如果今晚10点前想清楚，就去望氏修表铺。沈小姐，陆先生和许家人都到了，您再不回去，婚礼就要出乱子了。哪个陆先生？陆晨舟，这场婚礼是他促成的。这里面有东西。青堂，如果有一天你穿上婚纱，却觉得自己像被推上谈判桌，那就停下来。婚姻不是用来救公司的，你也不是沈家的代之谜。还有，别相信陆晨舟，他不是在帮沈家，他要的是你母亲留下的那份清河档案。
清河档案。其实许家言人不坏，她也只是棋子。那你为什么要嫁？因为所有人都告诉我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我爸说沈家撑不住了，许家说这场婚礼能救2家公司，陆晨舟说只要我签字，所有人都会好。签什么字？婚礼宣誓后，我要签一份家族资产共管协议，表面是夫妻共同管理，实际上沈家老宅、我妈留下的工作室还有一份旧档案，都会转进陆晨舟指定的基金。之夏，把档案给我。别想了。不行，那份清河档案可能和你爸有关。请新娘入场。青堂，别任性，今晚过后，沈家就有救了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你也不想结？我想娶的是我喜欢的人，不是一份协议。请新郎新娘交换誓言。贾言，青堂，所有人都说我们合适，可他们说的合适不是我们合适，是沈家和许家合适，是项目资金合适，是陆先生的协议合适。许家言，你胡说什么？爸，我不想再替别人牵人生，也不想让他替沈家还债。那我也说一句，我今天穿上婚纱不是因为幸福，是因为我以为我没有选择。爸，沈家破产我可以一起扛，但我不是筹码，我妈留下的东西也不是你们拿去换钱的地日物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现在很清醒。勇气可嘉，但成年人做选择要付代价。陆先生，我妈的清河档案不在我手里，而且她留给我的怀表里有你的录音。别相信陆晨舟，他不是在帮沈家，他要的是你母亲留下的那份清河档案。不要推我，陈叔叔救我！支架，把东西给我。陈叔叔说不能给你。是你，10年前，是你让人推我下去。林小姐，人在情绪激动时，很容易把梦当成记忆。那我父亲呢？10年前，陈恒到底去哪儿了？陈望，你终于开始问对问题了。第5块表，你最好别碰，因为那块表里装着你父亲最后一次求救。休他！从哪儿来的？你别管从哪儿来的，只管修。我可以先看。快点儿！他停了，他不能停。你愣着干什么？你叫什么？问这个干什么？表不是你的，你偷来的。是，但我偷它是为了救人。
骗子都这么说。你说的对，我是骗子。我这辈子骗过很多人，可这一次，我真的没骗人。罗成，你还有脸跑？我爸妈攒了一辈子的30万全被你骗走了。你说能帮我弟弟进好公司，你说你认识人，结果全是假的。我妈气到住院，你现在还偷东西。老板，你别信他，他是骗子。他这种人，嘴里没有一句真话。也许这一次，他真的带来了别人的真话。你知道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赵莹，你的钱我还不了，但我能告诉你是谁让我骗你。你还想编？我这种人活到今天最会编，可我编了一辈子，最后才发现自己也是别人编出来的一个局。陈恒10年前，我在一家通讯公司做外包，专门帮人接线转接，谁给钱我就替谁办事。那时我就欠了一屁股债，有人找到我，让我拦截一个电话。谁？陆晨舟。他说那通电话只是商业纠纷，不会出事。他说只要我把电话转到他给的号码上，就给我20万。我信了。不，我不是信，我是贪。你爸那通电话是你爸打给你的？打给我？10年前你爸出事那晚给你打过电话，但电话没有打到你手机上，被我拦了。你听过内容？我听过。我这10年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你爸在电话里喊你的名字。播放。汪汪，如果你听到这段话，别来找我，记住，怀表不能归零。陆晨舟没有后悔，他看不见别人的后悔，也看不见自己的，所以他想要陈家的表。指甲还活着，请和档案在陈恒，你还是太心软了，他只是个孩子。可你为了一个孩子，坏了我10年的局。汪，别相信。所以，你这些年一直替陆晨舟做事。是。你害了多少人？很多。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？这是我儿子，我以前骗别人总觉得不关我的事，直到前几天，我儿子问我：“爸爸，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我答不上来。我骗了半辈子，最后发现我连自己儿子都不敢看。你的钱我会还。你拿什么还？拿命换来的东西。这块表是我从陆晨舟的人那里偷出来的，他们发现了。今晚11点，我如果不把表交回去，他们会去找我儿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还在说谎。你什么意思？他们不会去找你儿子，你儿子早就被你送走了。你真正怕的是你自己不敢去见陆晨舟。你让赵莹追到这里，是想让他替你爆出这段录音。你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悔改的骗子，可你还是准备逃。罗成，你还骗我？是，我怕死。
我这种人烂到骨头里了。我想把证据交出去，又怕陆晨舟报复。我想改，又总想着留条透路。我一辈子都在骗人，骗到最后，连后悔都像假的。罗成，你不是不能改，你是每一次都选了最轻松的坏。他们来了，证据已经留下，不够，还有一个地方，陆晨舟这些年操控过的人都有一份名单，我知道名单在哪儿。在哪儿？他们要带我去的地方。你疯了！我骗了一辈子，总得有一次说话算数。你还没还我钱。我知道，如果我能回来，慢慢还。如果回不来，别跟我演苦情戏，你欠我的一分都不能少。陈师傅，你爸最后还说了一句话。什么？他说：“旺旺，不要为了找我，变成陆晨舟那样的人。”警告：陆晨舟正在靠近第99块表。第99块表不是在你手里吗？陈旺，罗成已经把你带到名单门口了，接下来你要不要继续往前走？第99块表是谁？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？如果我是第99块表，会怎么样？不会怎么样。你撒谎。你去过？我不记得，但我看见这几个字。那就去。这很可能是陆晨舟故意引你去的。罗成知道名单在哪儿，如果陆晨桥把他带去那里，名单也可能在那里。可如果这是陷阱呢？从第1块表开始，我们哪一步不是在他的陷阱？区别只是，这一次我们知道它是陷阱。想起来了？没有，但这里让我很难受。矫正记忆，这不像心理疗愈，更像控制。他一直在看着我们。真的是我。温瑶，你是3年前那起车祸里的姐姐，你知道我接触过你的案例资料。3年前你妹妹温宁车祸去世，你一直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她。不是认为，就是我害死的。那天晚上，宁宁给我打电话说有人跟着她，我当时正在跟她吵架，我嫌她烦，我挂了电话。10分钟后，她出了车祸。这3年，我每天晚上都会梦见她最后一通电话。如果我接了，如果我去找她，她就不会死。所以陆晨仇找到你，陆先生是在帮我。帮你什么？他能让我忘掉那通电话。他说，只要我签下记忆矫正协议，把自己交给清河项目，我就不用再痛苦。你知道签完会怎样吗？怎样都好。我太累了，我不想再后悔了。
温宁不是你害死的。你胡说！陆晨舟最擅长的就是把一个人的愧疚变成锁，你越后悔，他越能控制你。你不懂，是我挂了电话，我妹妹求我救她，我挂了。那块表是温宁的？她出事那天带着，后来陆先生帮我修好，说里面保留了她最后一段定位。给我。不行，陆先生说这块表不能给任何人。他越不让给，里面越有真相。我不想知道真相了，真相只会让我更痛苦。有些真相确实很痛，可如果你不知道，你会一直替凶手背着罪。我也忘过一段记忆，他们让我以为忘了就不会痛，可不是这样的。被拿走的记忆不会消失，它会变成你心里一个空洞，你越不看它，它越吞掉你。里面的定位芯片被重新焊过，果然有人动过。姐，有人跟着我，我跟着我好害怕。是我挂的。把东西交出来。这是陈叔叔让我保管的。陈叔叔，又是陈恒，温宁也认识陈恒。你妹妹不是因为你挂电话死的，她是因为保管了陈恒留下的东西，被陆晨舟盯上。他骗了我3年，他让我每天给杀我妹妹的人道谢。精彩，陈旺，你修表的速度比我想象的快。是你杀了我妹妹！温小姐，人的痛苦往往来自于错误归因，你妹妹的死是一场意外。那视频呢？损坏文件，谁都可以剪辑。10年前你也是这样说的，你把我推下天台，再告诉所有人那是意外。之夏，你不该这么早想起来。你以为自己在救人，可你每救一个人，怀表就会少一次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不是在修他们的遗憾，你是在把他们的后悔转到自己身上。你什么意思？陈家的怀表从来不是礼物，是容器。99个后悔填满之后，怀表归零。到那时，陈王会看见自己的后悔，也会被所有人的后悔压垮。所以你想要的，我想要的不是怀表，是归零后的你。温小姐，你还有选择，签下它，你就能忘掉一切。你可以不用恨我，我不忘了，也不用恨自己。我妹妹的死，我要记一辈子，不是为了折磨自己，是为了记住凶手是谁。你确定要把第99块表藏在他身上？这是宁宁死前藏的，他说是陈恒给他的。拿着吧，里面的东西本来就是给你看的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想让你们一步步走到真相面前，然后亲手发现，陈恒当年不是被我逼走的，是他自己选择抛下你们。
如果必须有一个人记住所有人的后悔，那就让我来。旺旺，如果你看到这里，不要救我，先救知夏。如果那天我没有挂电话，如果我没有把他赶出去，如果我早点说对不起，如果我没有相信那个人，陈王，我听见了。听见什么？所有人的后悔。如果那天我没有让爸滚，怎么了？我听见你的后悔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听见了什么？我不能说，那不是我该碰的东西。如果我继续醒来，会怎样？帮我毁了它。你确定是毁，不是修？毁掉，里面的东西不能再被任何人听到。妈，如果我当年唱完那首歌，你是不是就不会走？你叫什么？齐州。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。你为什么要毁这台录音机？因为里面有一首歌，那首歌是我妈生前最想听我唱完的歌。那为什么不唱？因为她不配听，她想让我当众认错，让我唱完那首不属于我的歌，可那明明是我的，所以我站在台上一句都没唱，我砸了话筒，也砸了她。她后来呢？她走了，心脏病发，死前最后一句话是让我把录音机修好，我没修，我恨他。那你今天为什么来？因为今晚8点，有人要重发那首歌。当年抢我歌的人要办纪念演唱会，他要拿我的歌纪念我妈。我不能让这台录音机里的原始录音留下，我不想再听见他的声音。周周，别恨妈妈。修不好就算了，直接砸了。你如果真的想砸，刚才在门口就砸了。你不是想毁掉它，你是怕听见真相。那天我不是要你认错，我拿着录音机去演唱会，是想把证据交给你。你的歌儿没有卖给别人，是有人拿走了你的母带，那个人姓陆。周周，如果你听到这段录音，
说明妈妈可能没机会亲口解释了。她以前资助过清河，她说你的歌里有陈恒留下的暗号，她说只要把那首歌拿走，就没人能再找到第99块表。不可能！我妈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妈妈不敢告诉你，他们说如果我说出去，你就再也唱不了歌。周周，妈妈没用，妈妈想保护你，却让你恨了我3年。今晚8点，如果那首歌又响起来，你一定要唱完它，那里面有陈恒留下的最后一个音符。妈，我都做了什么？如果我没有骂他，如果那年我相信他的原创，如果那首歌没有被偷，这首歌曾经引发过很多争议。今天，我想把它献给一位已经离开的母亲，也献给那个曾经迷失的朋友齐州。齐州当年疯得太难看了，明明抄袭还不承认，听说他妈就是被他气死的。现在还来得及。如果他们不信呢？不信也要唱。我已经3年没唱过现场了，我怕我一开口就是笑话。你母亲等的不是一个完美的舞台，她只是等你把歌唱完。那个人姓陆，他说你的歌里有陈恒留下的暗号。关掉！这是假的！齐州，没全掉。是地址。清河旧楼7层天台。妈，我唱完了。歌听完了吗？你故意让我们找到这首歌？当然，因为你们该去天台了。那里有你父亲真正留下的东西。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陈恒，迎面破胜的。你以为当年的修表匠真的只是在修表吗？每一次校准都是为了今天这把锁。而陈王每修好一块表，就会替你打开一层锁。我好像来过这里。你可以不上去。如果我不上去，我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忘了什么。陈王，我不想再被人替我决定记住什么，忘掉什么。就是这里。知夏，把档案给我。那不是你该拿的东西。
陈叔叔说不能给你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陈恒，放手。陈叔叔，他只是个孩子，可他身体里已经装着第99份后悔。陈叔叔，之夏，你知道为什么人会痛苦吗？因为他们谨记的太多。你每次都这样，说好陪我过生日，结果又要走。你走了就别回来，我不需要你这种爸。汪汪，爸很快回来。如果那天我没有让爸滚，陈汪。终于到了这一步。陆晨舟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让第99块表醒来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10年前，陈恒为了救你，把98个人的后悔暂时封进了你身体里。你以为自己失忆是因为事故，其实不是，是因为你承受不了那些后悔，所以你一直逼我修表。我给你线索，给你真相，给你一个个需要被救的人，因为我知道你和你父亲一样，看见别人的遗憾就一定会伸手。那你失算了，我救他们不是因为你逼我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该被救。说的真好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每救一个人，林之夏就离崩溃更近一步？你现在已经能听到别人的后悔了，对吗？很快，你会不会连自己的声音都分不清？最后，你会主动求我，让你忘掉一切。倒计时开始了。很好，第99块表已经醒了6成。林之夏，你最好不要碰他。陈汪，那不是你的错，你那时候只是一个等爸爸回家的孩子，你不是害他失踪的人，你也不是陆晨舟的钥匙。放手！陈恒救我不是为让你背着他的遗憾活一辈子，他留下怀表也不是为了让陆晨舟控制你，他是想让你知道，后悔不是枷锁。汪汪，如果我还活着的话，请不要再听下去了。然而，如果我死了或失踪了，你必须仔仔细细地听这盘磁带里的每一个字。我不是一个警察，我确实是在抓坏人，但不是针对人类罪犯。下一块表会帮你做决定，到时候你会亲手离开陈汪。陈汪，你果然做不到。如果能再见到他，我会问他为什么不回来。可现在我才发现，我最想说的不是为什么，是爸，对不起。陈恒，你儿子还不够痛，那就让他先尝尝被重要的人抛下是什么滋味。如果爸还活着，他为什么不回来？怎么了？你脸色很差。
没事，只是刚才想起太多，有点累。回去吧。爸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有人提前拿走了里面的东西。谁的信息？咨询中心的客户。我出去买点药。我陪你。不用，我只是头疼，想一个人走走。不要一个人去见陆晨舟。我不会。旺旺，如果有人用我引你过去，不要去，先救眼前的人。你来了。陈恒在哪里？你比陈旺冷静，如果是他，一进门就会问我父亲是不是还活着。别绕圈子。这里面有你想知道的答案。放心，这次不骗你，至少不全骗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你主动离开陈旺。只要你留在他身边，他就会继续修表。他每修好一块，你体内的第99块表就醒得更快。等你完全醒来，你会听见所有人的后悔，你会疯，而陈旺会亲眼看着你疯。这就是陈恒当年最怕发生的事。所以你是好心提醒我？当然不是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？之夏，如果有一天陆晨舟拿我威胁你，不要信他。但如果他让你离开旺旺，你要离开。旺旺不能靠近完整的第99块表，他越想救你，就越会把自己的后悔交给你，到最后你会变成他的牢笼。陈恒说的，你信吗？林之夏，你可以继续留在陈旺身边，然后看着他为了救你一点点变成怀表的容器，也可以离开。凭什么信你？只要你离开，我暂时没得选。他不需要选。你还是来了。陈旺，我们不能再一起往下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一直想救我，而我会变成陆晨舟控制你的钥匙。那就一起找办法。你不懂，你每靠近我一次，我就会听见更多。刚才你冲进来时，我听见你的后悔，你在害怕我离开。你明知道这一切的，对吗？你明知道他们会把我关起来，明知道我永远都出不去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林之夏，看吧，被抛下比后悔更痛。你把我爸藏在哪儿？你真的想知道？想知道就修完剩下的表，等怀表归零，你会见到他。你刚才说归零会毁掉之夏，所以现在你要选了，救父亲还是救他？放心，我暂时不会伤害你。你说过，只要我跟你走，就告诉我陈恒在哪里。当然，他就在你们一直找的地方。哪里？望氏修表铺。
如果你看到这里，说明陆晨舟已经把你逼回忘石了。别怕，爸没有死在忘石，爸也没有一直躲在这里。所谓从未离开，不是人没离开，是爸把最后能保护你的东西留在了这间铺子里。这是母表，陈家的怀表只是钥匙，真正记录后悔的地方是忘石。当年陆晨舟想要的也不是你手里那块怀表，他想要的是母教里98个人的后悔。第99份后悔是你的。可汪汪，爸要你记住，孩子等不到父亲时说的气话，不该变成一辈子的罪。陆晨舟没有后悔，他觉得后悔是人性最大的弱点，所以他想收集它，控制它，制造一个没有迟疑、没有愧疚、只听他指令的人。之下不是第99块表，之下是锁，能锁住母表的人只有他。陆晨舟骗你，是想让你以为他会害你，也骗之下，让他以为自己会毁了你。可真正会让母表失控的，不是他靠近你，是你们彼此不信。如果你真的想见爸，就不要让怀表归零，因为归零之后，你看见的不是我，是陆晨舟想让你看见的我。第99块表苏醒进度5成，目标位置清河新苑。之下，刚才要是没绕路就好了，我不该挂他电话的。对不起，妈妈不该吼你。要是当时回头看一眼。你在听我吗？你没有后悔，不好吗？没有后悔的人，才不会被过去拖住。没有后悔的人，也不会觉得自己错。错，是弱者发明出来安慰自己的词，强者只需要结果。所以陈恒挡了你的结果，死一般。我不想忘记他。求求你，不要拿走我的记忆！我还想说对不起。你把他们怎么了？我帮他们放下痛苦。你是拿走了他们的后悔，有什么区别？他们不再痛苦，我得到了有价值的东西，这是交易。把你手里的东西给我，你以为你藏得很好？之下，你从地下室拿走芯片的时候，我就知道。这里面是什么？陈恒留给你的真相，也是你最不该看的东西。你现在只醒了5成，还听不清所有人的后悔。等我帮你醒到9成，你就会明白，忘记是一种慈悲。你想让我变成母表的锁？不，我要你打开母表，然后把98个人的后悔转给我。你不是没有后悔吗？正因为没有，所以我才需要他们。人类会因为后悔变弱，可如果一个没有后悔的人拥有了所有人的后悔，那他就能控制所有有后悔的人。之下，陆晨舟会告诉你，你是第99块表，他说错了，你不是表，你是开锁的人。陆晨舟名下所有清河项目资料已经同步上传，故事和审视的证据链也发出去了。他以为每个人的后悔都是弱点，可他忘了，被救过的人也会回来救人。
清河新院名下7家心理干预机构36份异常授权书全部拿到了。李柏供出了陆晨舟当年转移设计稿和伪造债务协议的路径，沈家那份资产公共协议也能证明他利用婚姻转移档案。我妹妹的案子今晚重新提交。那首歌里的暗号也会同步发出去。陈师傅，这一次不是你一个人修表。我一直以为怀表每少一个数字都是自己背上一个人的后悔，可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，被修好的遗憾不会只变成我的负担，远程以前的像结了冰，也会变成这些人重新站起来的力量。你看，这就是人类最麻烦的地方。明明已经被痛苦折磨过一次，却还要回来找第二次痛。我推开过他一次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沉默。我没能早点接父亲电话，但至少现在我能接住别人。我等过一句相信，所以我也想相信别人一次。你错了，后悔不是弱点，后悔是人还愿意变好的证明。说得真漂亮。哼，陈恒花了10年把这些人的后悔藏在忘石，我也花了10年找回了他们的影子。陈望以为启动母表就能反制我，可他忘了母表的另一半在我这里。怎么回事？他强行启动归零了。陈望，你不是想救他吗？进来，用你的第99份后悔换他清醒。别进去，这是陷阱！不要来！你现在进去，正中他的局。我知道。你终于来了，放了他。你还没资格和我谈条件。陆晨舟，别急，只要你把自己的后悔交出来，他就不会痛了。你想看我的后悔？不是看，是要。陈恒当年把第99份后悔藏起来，就是怕我拿到完整母表，而你就是最后一份。只要你承认那天是你害他离开，怀表就会归零，灵之下会彻底打开。忘氏母表和清河父表合并，所有人的后悔都归我。你看，你根本撑不了多久，因为你心里已经承认了，是你赶走了父亲，是你说了那句你走了就别回来。不，陈望，不要听他！陈望，你听着，我也后悔过。我以为是我推开了周野，害了自己3年，可真正害我的是李柏的骗局。我也以为是我不接电话，害父亲带着遗憾走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父亲一直在用他的方式爱我。我妈妈不信我，我恨过她。可我现在知道，一个人的错，不该永远困住另一个人。别人都说合适，不代表那是我的选择。我挂过妹妹的电话，可杀她的人不是我。我没唱完那首歌，可妈妈从来没有怪我。关掉！陈望，你以为这些人能救你？
不，是我终于明白，我不用一个人背着他们的后悔。怎么可能？我不再推开。我接到了。我值得相信。我不是筹码，我不替凶手背罪。我唱完了，爸，我想你。不可能！陆晨舟，你一直想要所有人的后悔，可你根本不懂，后悔不能被抢走，只有当一个人愿意面对它，它才有意义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妈！停下！让开！没有后悔的人，原来也会害怕。汪汪，如果你听到这里，说明你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。爸不能替你选，也不能替你原谅自己，但爸想告诉你，那天爸离开，不是因为你那句话，爸没有怪过你，爸唯一后悔的是没有来得及告诉你。汪汪，你一直都是爸最想回去见的人。你输了，还没有。陈旺，他启动了自毁程序。既然我拿不到后悔，那就让所有证据和你们一起埋在这里。先救人！先救眼前的人。许明远，打开备用通道。顾曼，带人往东侧撤。秦州，扶醒那些人。江念，跟着林之夏。之夏，怎么？陈旺，我听见你爸了。两相三思。陈旺，是他，你爸还活着。陈，我陈。所有人先撤。那你爸呢？我会去找他，但不是拿这些人的命去换。门开了。再等一个。门连着副表盒像是挤出来的，强行开，怀表会归零。陆晨舟的就是这个。爸，爸，我来了。别开门！为什么？旺旺，走！爸不想再让你选一次。我不走，但我也不会让怀表归零。陈旺，你爸不是这道门的锁，真正的锁是你的后悔。陆晨舟要你承认，是你害了陈恒，但你不是。不要用愧疚开门，用你真正想说的话。爸，我想你。
旺旺，爸，对不起，不怪你，爸从来没怪过你。我们得走。程望，这边！看什么？不是说了不是你一个人吗？陆晨愁跑不了多久，他必须付出代价。这个人不会这么轻易结束。那颗螺丝别拧太死，表也要喘气儿。知道。脾气还是这么硬。以后别走了。好，爸不走了。旺旺，别碰！时间的丝线断了，它在循环里等你。第2局开始。